射击瞄准直接对准目标，扣动扳机就可以了，而台球瞄准却不像射击那样子，你需要先拥有瞄准白球中心点的基本功，再通过球杆的方向瞄准目标球的进球点。如果你的击球点偏离了中心，它的线路就会偏移，大部分人打不准就是这个原因了。推荐训练方式：垂直瞄准对面库边，打出去，弹回来，白球可以刚好碰到杆头。第二，直球瞄准训练，在第一视角中，视线要穿过白球和目标球球形。接着球杆与视线重合，并且左边多出来的部分要与右边相等，此时只要球杆能够出直，就能将球打进。第三，角度球瞄准，在白球与目标球撞击的瞬间，两颗球心的连线就是目标球的运动方向，白球无论在什么角度，最终都是打到这里，相当于就是对着目标球前面这颗球一直打就可以了。下课。大部分靓仔都看过高手在打球时出杆的动作和击球的声音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而新手小白在打球时往往只关注白球打出去后的结果，而忽略了动作的完整度。今天这节课我将带大家学习发力的穿透性和准度的稳定性是怎么来的，延迟小臂发力的时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的细节，球杆回到最后方，先由大臂向上走，同时带着小臂慢慢向前，这个时候小臂还是不发力的，感觉此时球杆能够持续的对准的瞄准点后，好锁定好大臂，小臂开始发力提速向前送出去。小臂是球杆摆动时的动力主要来源，那么在小臂开始加速之前呢，就必须要先将小臂的动作轨迹锁定好了才行。延迟小臂的发力时机有2点好处，是能够清楚的看到球杆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出向什么地方。所以在小臂开始发力之前，必须要先能够感受到大臂的方向被锁定后，小臂才能放心的加速。每天训练这套动作20分钟，稳定性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下课。当你想要击打的目标球被挡住了一点点的时候，直接击打的话会碰到黑球。击打白球左下角的位置，白球就会走出一点点弧线，绕过黑球将红球打进。原理是因为当我们打在白球左半边时，会给母球一个向右的挤压力量，同时也会给母球带上左侧的旋转，之后才旋回来，这才产生了一点点弧线。而如果黑球挡住了半颗球，此时就得把球杆立起来，这样能增加向右的挤压力和纵向的旋转力，想让白球在哪里拐弯，球杆就对准哪里，同样也是击打白球左下角的位置。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可以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个视频。下课。学好数理化，翻带不用怕。技巧1：平行勾球，两颗球平行就取1/2，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技巧2：中带贴库球。当目标球处于中带附近贴库时，无球可 K， 就只能进行翻带了。用球杆量出带口中心与目标球球心的点位，取目标球的对称点，再将杆头向后移动半颗球的距离，对着这个点打就能进了。技巧3：倾斜勾球，两颗球不平行，就取白球球心的位置，延伸到库边，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作为一个点，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技巧4：克拉克被对手的球挡住了进球线路，正常打进不了，那么可以测量目标球进球点中心与库边的距离，然后延伸同等距离，朝这个方向用中杆击打就可以进了。技巧5：贴库翻带，测量目标球中心点与对面库边垂直，然后对称延伸到目标球带口位置，从这个点朝目标球中心延伸，目标球表面的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下课。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再也不用付台费。技巧1：遇到一颗目标球在带口，另一颗目标球在库边，如果直接对着带口球进球点去传球的话，下一颗目标球容易向上跑，不好打。此时可以对着这个带角球去传球，那么它就能顺利的停在带口的位置，方便下一杆继续击打。技巧2：勾库球，遇到这种情况被对手防住了，直接打容易先碰到黑球，造成犯规。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朝库边方向用中杆大力击打，就不会犯规。技巧3：极限防守，如果最后一颗球被对手的障碍球阻挡，也没有比较好的防守线路时，可以用中杆瞄偏一点点，小力一推，控制好力量，让白球刚刚好吃库，利用带脚挡住对手的击打线路，做一杆极限防守，容易得到自由球，赢下这局。技巧4：省力冲球，把白球放在靠近库边，大概1颗球左右的位置，然后瞄准球堆中第2颗球击打，这样开球省力，而且球开得散，清台率高。
技巧5：自由球打贴库球。如果得到一个自由球我方有球贴库的话，要利用这个机会先解决最难的贴库球，直接把自由球放在离贴库球1毫米的位置，朝45度方向去击打，就能轻松打进贴库球。技巧6：避开白球弹库跳。目标球距离库边较近时，白球翻带的角度不合适，会造成2次撞击。此时可以抬高一点点手架，后手微微抬高，向下击打中杆的位置，发力短而快，目标球就会跳过白球进袋，非常好用。技巧7：加塞球。想要走位黑八的话，大力加左塞是过不去的，可以用小力高杆左塞就可以轻松走到位，这个也叫做软塞。下课。棒仔，台球想要打赢身边人必学的5个神技巧。技巧1：中袋贴库球。当黑球在中袋附近时，打底袋进球率低，只能翻袋。先用球杆量出袋口中心与黑球球心的点位，取黑球的对称点，再将杆头向后移动半颗球的距离，对着这个点打就能进球。熟练后百发百中。技巧2：角度球加塞瞄准。正常力量击打，加塞时对白球会产生挤压力，球杆会把白球挤到另一边。所以打角度球时加左塞就要瞄薄一点，白球会刚好向右被挤到进球点上；加右塞时就瞄厚一点，白球就会向左被挤到进球点上。技巧3：小角度贴库球。手架太远容易失误，可以将手架向前移，限制后手的发力部位，出杆时穿透母球，这样进球率会更加稳定。技巧4：私蹬控球。长台直球想要走位黑球，新手想的是小力一点不就好了吗？可是容易把力打虚了，而导致球打不进，所以你得学会私蹬。同样是中杆的击球点位，把力量打透，这样把球精准打进的同时还能让白球向前滚动一点点，走到黑球的位置，顺利拿下这局。技巧5：自由球打贴库球。直接对直了打容易失误，可以放在黑球后面留1毫米左右的距离，然后朝45度的方向用左塞击打，可以轻松的打进，还不会连击。这只是一些片段的技巧，想成为高手还需要更系统的学习训练，在我主页第1条作品里讲解的更加详细。下课。棒仔，打台球必学的2个走位小技巧。技巧1：延伸长短。角度球，如果目标球旁边有一颗球，想要绕开它，就要让触杆超过白球长一些，这样才能避开障碍球，产生一个较大的弧线效果。如果你的触杆比较短，那么就会直接撞击到障碍球。由此可知，触杆长可以让低杆的反应效果延迟。技巧2：预留角度。以这3颗球为例子，如果你只随便的打了一杆，结果11号球的角度有点向左，你需要用到一杆发力高杆左塞的杆法，这一杆走位走起来也是相当的费劲，而且失误率高，所以最佳的方法是打13号球的时候，预留白球打11号时向黑八方向的角度，接着这一颗球你只需要小力打进11号，白球就会非常自然的到位了。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下课。样子。加塞球如果打不准，你就这样练：球杆杆头指向袋角，视线和手架支点重合在球心的进球线上，每次击球都能带着旋转打在袋口中心点上，去细心感受不同的力量大小、球杆与进球线的夹角变化，从而改善你对每种力量的夹角判断，从此学会加塞球。长距离直球打不准，你就这样练：进球线旁边放2颗球，对着空气有节奏的出杆，每次感觉手里有股力量瞬间被投送到了进球点上，从而改善你出杆方向的清晰度以及发力的集中度。练5分钟就有奇效，一打高杆就失误，你就这样练：直球打高杆，2颗球一起进，连着追进5杆以上，可以瞬间提升高杆不加塞的能力，让你的出杆不跑点，准度大幅提升。一打低杆就起飞，或者低杆退不回来，你就这样练：杆头放在白球旁边，距离台面就一点点缝隙，不要运杆，缓慢回杆，停顿后果断提速，保证杆头是从刚刚的这个高度经过。练5分钟之后再拿白球击打，你会不敢相信这是你打出来的低杆，一发大力就不准。你就这样练：摆一排球，打底袋，大臂不动，小臂瞬间加速，让你刚刚想带。下课。靓仔影响准度稳定性的因素，心理因素。有些靓仔每次打球的时候总是在担心些什么，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结果就失误了。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担心的东西也会不一样。有些人会在出杆的时候特别担心白球瞄的点会不会打偏，有些人则是担心打不进会不会被别人笑。
出现这些心理因素的原因，主要是你对打球的整个过程的每个环节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不够清楚而已。举个例子，趴下来瞄准时，该确认白球点的时候，就只需要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白球上，确认完后准备要出杆时，这个时候注意力就需要集中在目标点上了，而不用再去担心白球。要有充足的自信，身体的本能动作会完美的打在你之前确认的这个点上，所以一定要清楚什么环节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那么接下来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建立一套完整的流程环节。击球前退后一根球杆的距离，按顺序扫一眼，袋口在哪，目标球在哪，白球在哪，在脑海中先模拟出白球接触目标球时的位置，这是第一步。接着顺着这条线趴下来，将球杆慢慢调整至与这条线完美重合，千万别一趴下来就着急运杆，因为你还得先调整白球击球点的高度来确定这杆的杆法。接下来的第3步就是开始运杆了，这也叫做动态瞄准，就是动起来看看球杆会不会有上下左右的晃动，直到感觉球杆能完美的与这条线重合，同时球杆在侧面看起来是足够平顺的。最后运杆一次比一次短，慢慢的停下来，尽量的接近白球的击球点，做最后的击球前确认，没问题了以后，此时非常关键，要感觉白球消失了一样，眼中只有前面的目标点，这样在一会出杆的时候才会有足够的穿透力。好，让我们继续完成最后一步，缓慢回杆，稍作停顿，果断出击。你看，一次击球需要完成这么多的细节，你也就完全没有时间去担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感觉是不是很难？其实呢，也就前期训练会痛苦一点，一旦你形成习惯了以后，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帮助你完成这些东西了。下课。